卢卡申科称瓦格纳想去波兰旅行，普京难掩笑意，北约的麻烦可能要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最近平息瓦格纳叛乱事件的幕后英雄卢卡申科和普京又见面了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普京再次会面，就乌克兰反攻行动以及瓦格纳集团等议题进行了交流。在会面期间，普京盛赞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特殊关系，称两国不仅是战略伙伴，更是最亲密的盟友。而作为最亲密的盟友，卢卡申科趁机给普京讲了一个秘密。从公开的视频来看，当时普京在悠闲地听卢卡申科讲故事，而讲到瓦格纳集团的时候，卢卡申科说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但他还是想告诉普京，就是瓦格纳成员最近跃跃欲试，想去波兰首都华沙还有另一个城市热舒夫旅行一趟。而听到这一消息的普京憋不住笑了。我们大家知道，此前瓦格纳叛乱事件平息之后，瓦格纳就已经入驻了白俄罗斯，并且建造了第一座兵营。而所建造的这座兵营的位置在哪呢？是在白俄罗斯的奥西波维奇地区。从地图上来看，这个地方临近白俄罗斯、俄罗斯、乌克兰三国的边境，是一个实打实的三角地带。可就这么一个三角地带，瓦格纳往那儿一扎，却让北约相当的紧张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了，不管怎么着，整个北约集团也有31个成员国，又背靠美英法3个核大国，要论综合实力，那绝对是全球第一大军事集团。区区一支瓦格纳雇佣军，何以能够激起北约的紧张呢？这其实呢，还在于北约本身。要知道，北约身为一个军事集团，其中不仅有西欧那些大国，也有东欧小国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北约的防线是由3道防线构成。第一道就是波兰、芬兰这样的小国家，第二道则是以德国为核心，第3道呢就是英国、荷兰等大西洋东岸的国家。那说到这儿，大家就发现了，这个防线的布局摆在对抗第一线的，竟然是北约成员国中最弱小的东欧一些小国。一旦开战，显然就是只有当炮灰的份儿。而瓦格纳武装集团虽然人数上不算多，但战斗力相当的强悍。在巴赫穆特战场上，瓦格纳就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攻坚战和巷战能力。而在那场进军莫斯科的叛乱行动中，瓦格纳也再一次展示出闪电般的攻击能力。就这样的作战能力，要想来一场闪击波兰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不论普京、卢卡申科2位总统是玩笑还是大棋，对于北约来说，可能麻烦要来了。前2天有消息称，瓦格纳想对立陶宛动手。这没过2天，瓦格纳再次点名波兰，尽管3番5次的都是口头威胁，但北约应该明白，危险可能随时发生。而对于北约来说，他们眼下倒是真该考虑一下，如果波兰或者立陶宛挨了揍，他们到底敢不敢应战接招呢？现在卢卡申科的意思是，还是要暂时按住瓦格纳，不能让他们轻举妄动。但由于北约各国不断给俄乌前线添油加火，一旦被逼急了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这把火恐怕要烧在北约自己的头上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